我俩是在我的咖啡店认识的。觉得你不行，你不行，你的心态会怎样呢？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文涛，24岁，来自河北，是一名主播；女嘉宾小高，25岁，同样来自河北，礼仪接待。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恋爱多久了2年了。怎么认识的呀？是在我店里认识的。我之前是有一家咖啡店，他跟一个朋友去的。当时咖啡店里出了一些小状况，我说你们两个要不等一会儿，要不先去别的家。然后呢，他们两个就坐在那儿了，就是在那儿等了一会儿。然后感觉人不错，当时过去聊了2句，然后聊得不错，就留了一个联系方式。后来一来二去就是这样。我当时我都后悔把我的你，还在后悔的，对呀，给了我肯定后悔呀。因为我们两个相处这2年的时间嘛，他基本上就是不论干啥都干不好。我感觉我已经够努力了。刚认识那会儿，咖啡店生意还不错，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嘛。后来就是说一天不如一天，但是呢，他一直在问我，就是你最近经营怎么样啊？那我经营不好也不能告诉他呀。你还有脸说你的咖啡店啊？那如果说我不早点让你把咖啡店兑出去，你是不是赔的更多呀？你还好意思站在这里跟我说？哇，好厉害呀！因为我估计他的感受，因为他比较爱吵吵，我说就是也是好事，咱俩一起分享。我说你不也是想给你动力吗？有压力才有动力啊！我问句话，姑娘，你跟这位先生是什么关系？情侣啊。确定是情侣哈？对呀。不是他妈。我要是他妈，我肯定会管他管得更严。我的妈呀！兄弟，你真惨！来，接着说啊，咖啡店怎么了？后期就是因为竞争压力太大然后就是经营也是不顺，我就跟他摊牌了那就不行了，那就大吵了一架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对呀，你为什么要骗我呢？你如果早点跟我说，就不至于赔那么多吧。这个咖啡店你后来入股了吗？我没入啊。没入股，赔不赔钱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我男朋友，当然跟我有关系了。你男朋友挣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花你的钱吗？那我作为女朋友一定要给他花的呀。那是你自己愿意，那没办法。后来这咖啡店就关了是吗？到最后是说我还是想开的，因为我感觉，在年轻的时候有自己一家咖啡店是挺浪漫的一件事我说你再给我3个月时间，如果真不行，咱就把它盘出去。然后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你赔的更多。大概过了3天吧，就找人下家就要过来。你告诉我的时候，那时候已经在赔钱。3天之后，店被盘出去了。没，就是已经带人过来了，就是你带人过来了。他，我没听错哈。他带人。他带人。行。那咖啡店现在生意怎么样？对，我不知道，没有去关心这个。现在估摸着也。搁我一定看看，是我经营的问题还是那位置不好？哪还有精力去关心那些问题啊？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呢。不是盘完咖啡店以后，你给他安排的什么工作呀？因为他之前自己开过那个服装店，但是那时候做的就是小的服装店，也挣不了多少钱，感觉也挺没面子的。所以说，我就让他在那个商场里边开了一间，就是说那种名牌的那个店。这是你帮他选的，对吧？对呀。这事儿一定做得好，这么有眼光一个女人给你打理，是不是特好生意？是挺好的，那就没问题啊。前期是挺好，就是大家伙朋友都过来捧场，朋友来必须打5折。我的朋友去了，那你不应该照顾啊？你咋那么小气呢？那么抠呢？并不是我去抠，我去小气。你送他2件衣服能怎么了？又没多少钱。我送他也行，但是你别就是说你朋友的朋友是个朋友来就带了，就是说让人就是打5折。你自己脑筋不会转呐？那你非得给他打折呀？我不给他打折，我有一次没给打。那我的闺蜜你都见过，那其他的人你不认识，那你非得就给他们打折呀？那你闺蜜朋友没给打折，你闺蜜跟你哭诉以后，你是怎么跟我吵的？对不对？你就说我不给打折。我让他们
他去也是为了给你赚人气儿啊，对吧？如果说你店儿连人都没有，那可能会有人去买衣服吗？咱开店是为了啥？为了是挣钱，能让你有一个更好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我也是为了你着想。对呀，我也是在帮你呀。结果这个店是又没让不是做你白做垮了吧？家大业大，备不住那么吃啊，对不对？最后是黄了。是啊。啊，后来又干嘛了呀？找了一份工作，开的钱不多，他又不乐意。就开5000块钱，都没有我挣的多。那你就贴补他呗，姑娘。我为啥要贴补他呀？你是他女朋友啊。男朋友给女朋友花钱天经地义，而且他应该照顾女朋友，对吧？我不太认同。反正我就是，当然有钱难买愿意，对吧？人家愿意这样，咱也没什么好说的。这工作做了多久啊？这工作10来天都不到就已经不行了，因为他每天都去吵你别去了，你去干啥呀？后来我就是看他们说就是卖保险，就是说什么的都挺挣钱的嘛，啊，咱就去跑保险吧。啊，跑保险必须就是说得找人跟人聊啊，把态度得放下来啊。然后有一次我在商场上就让他给撞见了，他就又不乐意了。你跑保险，低三下四的说给人家介绍。你说你之前开咖啡店又开服装店，都是自己给自己当老板。你说你那样低三下四的去求人家签你的单，你说我心里边难受吗？我需要挣钱，我需要养一个家，我需要养你，我需要养我自己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都没说辛苦你，因为我不愿意看你那样。然后呢？能干下去吗？为什么干不下去啊？干就分手。哦，你心里还挺有他的哈。那后来呢？这个资料上不是说主播吗？后来我看最近就是说主播这行不挺火吗？不行，咱也干去吧。什么主播？靠什么挣钱呀？就是说大家喜欢你，给你刷一点礼物什么，咱们靠抽成。哦，就是网络上面的那种。对，有唱歌的，有讲笑话的，网络互动节目，对是不是？对。啊，那不是挺好的，干就是喽。哪儿好啊？他每天白天睡觉，然后晚上就对个电脑，从那儿跟人家嬉皮笑脸的，然后就斗这呀斗那个呀，特别不现实。所以你又不想？所以说我特别讨厌他干这份工作。哦。但是这份工作我坚持下来了，我感觉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了。我可以忍你1次，忍你2次，忍你3次，第4次如果再忍你，那就是放纵。哦，那这次你不分手啦？这次就是现在他要跟我分手，到这个节目了吗？找你帮我来了吗？啊，我是帮不了，你们帮吧。姑娘问几个问题啊？这资料上面说您是礼仪接待是吧？对。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呀？就5000块钱的活儿，我看放在您眼里，您都不用脸颊的。因为我平时还做着兼职微商。您一个月挣多少钱？货卖的好的时候，大概在15000左右。日子应该还不错哈。啊，还可以吧，算那种小资生活，还可以。啊，小资生活啊！你对男朋友的要求是什么呀？我的要求特别简单，就是说他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这网络主播现在不是挺稳定的吗？但是不靠谱，而且他还欺骗我啊！他在里边他瞎说，他说他没朋友。哦，就是一个开玩笑，没事就调侃嘛，这意思对不对？一个女人，我感觉就是最受不了的就是一个男人对她的欺骗。那他以前那些工作不都挺好？你干嘛也都不满意呢？你像咖啡店，是因为他赔钱嘛，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。赔钱你让他赔，那不是他的理想吗？但是一个女人，她也要面子啊，她也希望自己的男朋友能给她买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，那样她感觉男朋友很在乎她。哦，就是不花钱就不在乎，是吧？不是说不花钱就不在乎，最起码的那些东西应该有。比如说呢？过个生日，你买一个简单的小礼物，就是生日蛋糕嘛，挺好，没多少钱啊，也没有说非得要多奢侈，对吧？对呀，那他那个店不就可以满足你这个吗？他当时在赔钱。啊，赔钱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？你怎么就敢擅作主张？第3天的时候就带人去看他的店呢？你跟他也不是夫妻，那是他的个人财产，你凭什么帮他做主呢？所以说你啊，没用是真的。我感觉就是俩人在一起嘛。要不就别在一起，在一起就往结婚走，往一辈子走。对呀，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说才会。你不是这么想的吧？你要这么想，你今天不提分手了，你们俩应该好好在一起啊。因为2年的时间，他太让我失望了。他做的那些事儿，哎，真的就是我对他也是无奈。我不知道他现在适合干啥。哦，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考生们，你们看吧，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
你俩挺配的。我觉得你俩有2点最配的地方：第一，你俩都虚荣；第二，你俩眼光是一样的。男生你爱慕的是女生的貌，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容忍那么久，愿意一再的妥协。对于女孩来讲，虚荣是财，是你好的财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男生并不能给你财？所以你是想要培养他成为你想要的那个人。对。第二个，你俩眼光相似，相似在哪儿呢？你俩眼光都不好。你的眼光不好在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是你应该做的，你自己没有一个边界，没有一个尺寸。那同样对于女孩来讲，你的眼光不够好，不够好在哪儿？如果你真喜欢有上进心的、全靠自己、有独立思想男人的话，他真的不是。他第一个做工作，他不知道自己什么工作应该做。一个好好的咖啡店能被他开成最后没有人，那说明他是没有这个经营头脑的。对呀。所以你看错了人，看走了眼儿。现在你应该做，今天你应该做的就是要分手，是分对了。但是有一点，在分手之前，姑娘，我请你记清楚，所有的看走眼儿，是因为自己想在他身上得到你想要的那一点虚荣。同样对于男孩来讲也是一样的。如果你想要真正谈爱情的话，那记着爱情有一个门槛，就是用心来换心。所以记好了，想好了，你要选择的是什么，做好人生最好的在这个地方的抉择。其实女孩啊，你看你的收入大概在1万到1万5之间，你可能你能享受的那些你是都可以享受的，对吧？是啊。但可惜呢，就是你找的是他。每次我要跟他分手的时候，他都是说一些好听的话嘛，因为女孩的心都软呢，我感觉我比他们心还要软，所以说每次都狠不下心来，才走到今天这一步。然后今天你对于分手与否呢，你心是软的，但你做事儿其实蛮狠的。咱先说你第一次遇到他吧，这么一个年轻还挺帅、挺时尚的一男孩，拥有了一家咖啡店，这种形象一定是你想要的。但呢，经过跟他相处呢，你一下落差就很大了。这家店马上就是要倒闭了嘛，但你不相信，你觉得他还是你想象当中的那样的人，所以你就3天就把他店给盘出去了，他从了，然后就有第2件事了。他可能是服装店，我敢说你一定是想帮他的，同时呢，你又希望在朋友的圈儿还是有面的。我的那个当时的咖啡店主，他是成功转型，看上了另外一个更有前景的生意，没想到。事实跟你想的又不一样。对，保险是他背着你去做的，要是征求你的意见，你一定不让他去做，太没面子了，对不对？我的男友怎么是卖保险的呢？对呀，这你又受不了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要让自己狠一点，因为你想要的那种人不是他，找你的那个标准的人去是最好的。这男孩呢，他呢，我估计也不是你想要的。这么长时间吧，我挺喜欢他的。你不光喜欢他，你现在还离不开他了。我挺离不开他的，因为他一次一次的指导，在你的职业发展规划中充当了一个导师的作用。他不是一次一次指导，而是我一次一次我在忍让。我不喜欢跟一个女的去吵。你要真不喜欢，这所有的他做的每一步都是一个男人的在事业上的底线。如果你真不是这样说，愿意他给你指导，你不可能一次一次做出这种改变。先做一个有主见的人吧。然后再去找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就可以了。小高是吗？涂老师好。想嫁一个有本事的男人是吗？对呀。可以理解，但是我想问你的是，你干嘛不去找有本事的男人呢？为什么这2年还在为他操心？是这2年还找不着是吗？不是找不着，是因为人都有心，都有感情，相处的时间长了，自然而然就是说放不下。如果真放不下，就不要口口声声说你不是个男人，这太伤人心了。你看你这些事儿又干了，结果还不讨好。想要嫁给一个有本事的男人是所有女人的本能，但是让自己的男人更成功是女人的本领。我看你好像也没这个本领。他在你一次次错误的指导下，好像自信心大减，还不如2年前开咖啡厅的那个他，越来越不行了。男生啊，你说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好好的男人不做，那么喜欢做冤大头干什么？其实我感觉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不管他以前是不是这样，他所有的言语的言下之意就是4个字：拿不出手。你拿不出手，你知道吗？
就是你怎么在他身边，他都觉得配不上。你没看见他跟你说话的语气，就像一双手在拖着你的下巴往上看。小子，你拿不出手，你没觉出来吗？难道他的那句话你不觉得你自己特伤自尊吗？你不是个男人。不过仔细想想，他真的是没说错。你生活哪都自己做不了主，哪都要听别人的，别人错了，你也要听。自己是对的，你也不坚持。当不了老板，我就脚踏实地去卖保险。我凭自己的本事挣钱，我服务客户，我怎么叫低三下四呢？一个女人可以希望男人成功，但不可以横加指责。一个男人可以爱女人，但不可以言听计从。你整个上来之后，你脑袋就是耷拉下来的。你希望自己的女人仰望自己吗？我也希望啊。那请你拿出一个男人的姿态来。即便是我内心相信你很爱这个女人，但如果你连姿态和自尊都没有了，你觉得你还能抬起头来爱别人吗？你好自为之吧。就这样。老师今天的话呢，重了一些，确实是为两位好。因为在爱情里面有一样东西其实还挺重要的，这就是崇拜和欣赏。很多爱情的开始都是从崇拜开始的，但是当爱情真的开始一步一步往下走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平等和尊重。两位在这条路上，我看是越走越远，你们还真没有平等和尊重啊！从今天开始，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吧。接下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呢，我喜欢你，我知道你变得越来越变本加厉，但是我还是喜欢你。我想通过我的努力，就是说你说什么我从什么，来把你挽回。但是你没有看到我之前的努力，只看到了最后我没有成功，只看到你没有得到的那些虚荣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想再次挽回你，最后挽回你一次。我想让你回到我身边，我喜欢你。我觉得咱俩还是别闹了，真的，都不小了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这大概就是爱情里面这点事儿吧，有钱难买愿意嘛，所以你才会发现在这个舞台上经常上演那种让你气得不行，人家还自得其乐的。请开门。刚说完男人做的得像男人，你好歹这会儿得绷个面出来说一句啊。我们只能说他是个小男生，我们希望他早日成为一个大男人。我看到了一些不想看到的事情，当时我很伤心很难过。过了有1个多月，他又来找我，然后又给他复合。我内心很纠结，我是真心喜欢他，但是这个事实让我始终忘不了。我现在对他又爱又恨，我不知道我现在是接受他还是不接受他。女生究竟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，让男生觉得在内心深处都无法再接受他了呢？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陈24岁，来自陕西，是一名销售；女主人公小王23岁，同样来自陕西，是一名网店店主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两位愿意在今天这个现场公布箱子里的秘密吗？我愿意。怎么认识的1年前我们在酒吧里面认识。酒吧里认识的。对，当时她心情不好，刚跟前男友分手，然后那天我正好也在酒吧里面玩，过去上卫生间的时候，她差点从椅子上面摔下来，我就扶到她一把。然后互相就留了个联系方式，聊了一会儿天。然后我跟她说，看她也喝多了，然后给她挡了个出租车，然后让她自己回家。自从那开始，我们2个就每天的聊天啊，我对她也是那种一见钟情嘛，就追求她。
没多长时间他就做了我女朋友。幸福吗？刚开始确实是幸福，但是没过多久就不幸福了。发生了什么？那一天是在我家的时候，然后他上卫生间了，手机在桌子上面放着，突然间来了一条微信，内容是什么啊？我心情不好，你能不能出来陪我一下？我当时看了一下，是个男的。不就是一条短信吗？再说我当时也没有出去啊，至于这样吗？当时确实没有出去，那如果我那天不在，那你是不是就会出去了？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什么呀，小伙子？还有一次，就是我给他打电话约他高高兴的在餐厅里面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手机来了一个电话，他当时神情很慌张，跑出去接。然后我问他谁啊？他说是个骚扰电话。其实你现在一直都在骗我。一个大帅哥的微信，一个席间的莫名其妙的电话。对，这至少他就是可小心眼了。在这段关系当中，你很在乎他，对吧？对，女生的理解就是小心眼。我跟他认识1年多，交往有半年多。这半年之内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住。没送过他回家吗？他每次都是拒绝我，让我送他回家。我不是想要有个人的私人空间吗？这个可以理解啊，这个小心眼儿。不是我小心眼儿啊！我那天从她闺蜜那里打听到她在哪里住着，然后我高高兴兴的买着零食，买着菜，准备过去给她一个惊喜。谁知道的好，我过去了之后进门一看，床上躺着一个男的。我当时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他只是在我家暂住几天，而且你当时进来的时候，我这都是东西，然后准备去我那个朋友那儿住。那为什么他不住宾馆，非要住在你家里呢？你能随随便便让一个男人住在你家里吗？你就这么不相信我？然后你做了什么，兄弟？我当时真的差点哭了，摔门就走了。走了之后，他给我打电话，说是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也没说多少，我直接把电话挂了。那时候不想理他了啊。然后呢？直到他托他朋友过来找我，跟我说啊，最后我相信了他，但是我相信了他没过多少天，有一次我跟她闺蜜在一起吃饭，我从她闺蜜口里得知到，在她床上睡着那个男的，是她的前男友。他没有在我床上睡，他只是在我家借住钱，而且那几天我不在家，我在我朋友家住着。你最后你还跟我闺蜜到处说我跟个男的住在一块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等于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，你原谅了他。对，然后他向我保证说是不跟前男友联系，好好的跟我在一起。没过多长时间，我打他电话约他出去玩，他跟我说闺蜜过生日，他哪个闺蜜我都认识，我说你把我也带上吧，他就告诉我我们都是女孩过生日，不方便带你男孩去。我看他那么坚决想一个人去，我就让他一个人去了。谁知道的好，我重新约了我几个哥们去酒吧玩，到酒吧了，看见他跟他前男友坐在那里喝酒，可高兴了，聊得挺嗨的，喝得挺高兴的。我当时很生气，我过去问他了，我说怎么个回事？他就跟我说，他男朋友跟他前女友吵架了，心情不好，怎么的。就算跟前男友分手了，也可以做朋友，不是吗？不是你做，而且你做朋友干嘛骗他？你说我跟前男友不是，他真的可小心眼了，因为我身边男性朋友挺多的嘛。然后自从跟他交往之后，我身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男性朋友了。我就算再小心眼，你给我说明白了，难道我还去会追究吗？就算你要去强奸你前男友的心情，你可以带着我去啊。毕竟男人之间什么话都可以说，我有可能调解比你调解都好呢。然后呢？你看到他们俩在那儿喝酒，你干嘛了，兄弟？然后你哭没哭？我没哭，我就把他拉着走了。回去就把我给骂了一顿。今天为什么来？就为这事儿来了是吧？不是了，今天就是因为之前我也觉得就是那些事儿做的有点过分了，也有一点那个误会啥，然后我想就是跟他复合。你们俩已经分手了？对，自从那件事发生了没过多长时间，他就给我提出了分手。他提出分手？对，当时我哭着，当时我真的哭了，然后哭着，那是第一次哭。分手的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哭，然后哭着求他别给我分手。他分手的理由是什么？告诉你了吗？那时候没告诉我啊。最后我知道是因为他的前男友。因为那段时间就是他也不咋理我嘛，然后我感觉他好像对我就越来越冷淡了。然后刚好那段时间就是我前男友一直就跟我在一块儿，然后就天天陪我，然后也就是挺关心的。毕竟就是好那么长时间，也是我的初恋嘛，好那么长时间也是有感情的。然后最后就慢慢跟他在一块儿，但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心里想的还是你，我觉得他不再是以前的他了，他还是跟他以前的前女友一块儿联系着了。对呀，你既然跟你前男朋友过，那你跟你前男朋友就好好过吧，你干嘛回来找我？因为我发现跟你在一块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我问你现在还爱我吗？说真心话，我现在还爱你，但是我不敢接受你，因为我怕了。那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他联系了，而且他已经保证过以后不再跟我联系了。
们现在能好好的吗？不是，万一那男生又跟你联系了怎么办？我真的不想再跟他联系了，我觉得他也一直在骗我。我问个问题，他跟你前男友比，到底哪儿好？感觉不一样，因为前男朋友是在大学里面谈的，他毕竟陪了我3年，他是我毕业以后在酒吧认识的，所以说就是2个人完全不是一种感觉。跟他在一块的那段时间，我觉得真的也挺快乐的，但是我也挺不甘心的，因为当时我前男友跟我分手的时候，他也没跟我说清楚到底是因为什么，然后就那么莫名其妙的分手。所以其实你在跟他的恋爱过程当中，跟前男友一直在纠缠着，对吧？只是联系着，就是没有特别的那种。那他为什么会住到你那儿呢？因为当时他在西安，就是也没有几个朋友。就是你们俩保持着很紧密的联系呗。是，虽然没淡过，但是我跟他一直就是只是普通的那种联系。你在情感上，你跟你的前男友断了吗？断了。确实断了吗？断了。你的前男友如果再要跟你说我要跟你在一起，你还会出去吗？不会了。不再做朋友啦？朋友都不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那段时间不跟他分手那段时间，然后我就跟他好了嘛，但是我发现他就是背着我，老是跟他那前女友还一直联系着。他把我当做备胎，他前男友把他也当做备胎，这就是备胎一个加备胎啊，都是备胎，我们2个现在都是备胎，备胎碰备胎啊，不是，但是我发现真的是跟你在一块儿，我觉得我才是最快乐的，我觉得。不是你跟他在一块儿，至少你不是备胎，你知道吧？是的。好了，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脚踏2只船的日子肯定不好过。我真没有脚踏2只船，因为当时我只是……我没说你，我说脚踏2只船的日子肯定不好过。前男友旧情难忘，借酒浇愁，哎，出现了一个小帅哥，愿意温暖我受伤的心灵。但是温暖是温暖了，代替不了全部。你让我怎么帮你劝你的前男友呢？只要他闭上眼睛想，他爱的这个女人曾经为了前男友离开过他，然后现在又回来找他，他就过不去这个坎。哎，我说的对吗，兄弟？对。抹掉这些过去，前男友、前男友，最好都过去，重新开始。不要去给爱情制造那么多的困难，2个人相爱已经不容易了，碰到一个对的人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一定要珍惜，保持爱情的这种纯粹跟美好吧，因为可能现实有的时候是很残酷的，那只有你们2个人在一起，心灵才是靠得最近的。那对于女孩来说，不要去欺骗，不要去伤她的心，不要去折磨她。那我觉得对于男孩来说，我觉得你还是爱女孩的，那不妨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虽然他做的那件事情很伤人，但是男人嘛，胸怀大一点，包容一点。但是你们提前说好了，就是这样的事情，真的不要再发生了。徐总，女孩，我比较好奇，你的前男友怎么跟你分手的呢？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就突然跟我说分手，我就莫名其妙的，所以我就不甘心。所以最后我就是跟他在一块儿，然后，但是我感觉完全不是那个样子了。你现在还不知道当时他为什么要跟你分手？对，我现在知道了，他在外面又找了个女孩。他出轨了呗？对。他花心？对。他可恨吗？可恨。你现在也挺可恨的。你的感情模式啊，跟你那个前男友是一模一样，借口都一样。你好好想想，他回来找你说的是什么呀？无外乎就是还是觉得你好呗，离不开你呗，对不对？是。跟你现在和你的前男友说的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是。你用一种花心者的态度对待着痴心人。当然，在你前男友面前，你是那个痴心人。但是为什么一个出轨的人回来向你抛出了橄榄枝，你就欣然接受了呢？因为当时他跟我分手的时候，就是莫名其妙的嘛，我也是，就是挺不甘心的，所以就是才跟他再好的。你连续犯了2个错误，第一个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失恋；第二一个，你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从前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，你又跟他开始了一段盲目的恋情。你根本就不爱他，只不过他在那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你面前，给了你安慰。你半年到1年，你居然不让这个
你的男朋友去你家或者知道你住在哪儿，你想隐瞒什么呀？你不心还在那边身上呢？真正的爱绝对不是站在自己的利益的角度，我这会儿需要你，我所谓的爱你，我不需要你了，对不起，再见。然后我又需要你了，对不起，我觉得还是你好，我离不开你。现在看到了吧？你轻信了一个不该相信的人，却抛弃了一个你应该相信的人。好好考虑考虑，自己真的是爱这个男孩，还是爱他给你的那份温暖？想好了再做决定吧。男孩，认清楚对方，也认清楚自己，有点心眼儿好吗？男生说，分手的那一天，哭着恳求你，你毅然决然地走。如果能够把当初的画面和现在的画面劈一半，左边和右边，再来看一看，你今天的道歉哪里有诚意？没有一声道歉，没有一声悔过，没有一滴眼泪，甚至没有一个歉意的表情，你哪里像道歉？走的时候那么决绝，那么无情，你说走就走，说回就回，说骗就骗，你还骂别人小心眼，骂别人小心眼就算了，还欺骗别人，欺骗了一次就算了，第二次又来。我知道这个傻小子今天还会选择你，他说他还爱你，他甚至面对你说再原谅我一次吧，他甚至都不敢拿眼睛看着你。我就不明白他除了这个外表，他还有什么呢？值得你爱的呢？他对我父母也挺好的。他对你父母好。对啊。你们两人之间是爱情，还是他做你母亲的护工啊？爱情。就一个爱人能够给我最基础的就是忠诚。如果他不能给我忠诚，他对我父母再好，那都是谎言。只有他对我好，然后再对我父母好，这才是顺理成章，才想得通的。她是你女朋友，但应该对你好吗？跟对你父母好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到底是找护工，还是找女朋友，还是找老婆呀？所以说，人家徐伟说的好吗？你认识了这么久，连家也不知道，方方面面的。其实我猜你知道，你自己不敢面对。我最后才知道。你早就知道他不正常，放手吧，放了他也放了你自己，好好过嘛。你天涯何处无芳草嘛。我对女生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了，给自己有点骨气。一个女人自尊是最重要的，比漂亮更重要。就这样。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来。首先，我真的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如果对不起能概括前面发生那么多的事的话，那就好了。所以我老在想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究竟是怎么了？知道自己错了，就别再纠缠了，默默找一个地方反省一下，重新开始。我会觉得你有一件事情没有想清楚哎，就算他今天接受了你，在未来的生活里他常提起这件事情，你怎么办？你会幸福吗？我保证你会幸福吗？你能保证自己，能保证他吗？突然有一天他说：“哎，你过去就这样对我，是吧？你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什么样？你能幸福吗？”我们能把以前的事儿都忘了好吗？你怎么忘啊？有些东西经历了是不会忘记的。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吗？我问你，你怎么办？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做好了。他这么问你，你怎么办？只要你爱我。就他一辈子他就拿这个事情来说你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面对？我觉得他要是爱我，他就不会拿这些事儿来刺激我。有一天他不够那么爱你了呢？我不愿意说其他的东西，我就希望你能务实的考虑一下。我的观点不是说你们合还是不合，我的观点是请你两位都考虑清楚未来是怎样的。当未来男生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女生能不能承受？当未来有一天男生拿这个为借口再次伤害到女生的时候，女生能不能接受？好了，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对不起，之前的事儿我确实做的有点过分了，但是我真的想挽回你。今天上这个节目，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你以前做的那些对不起我的事、背叛我的事，我真的忘不了，我这辈子真的都忘不了。我现在我真的都不知道我是该信任你还是不该信任你。
你不是答应过我，咱们今年过完年之后一起去三亚的吗？我们一起去好吗？我答应过你的事，我会做到的。但是你答应过我的事，你有一件做到的了吗？但是我保证以后我一定能做到，你说的每件事我都能做到，好吗？你相信我吧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，行吗？让我们好好的在一起，好吗？哎，来吧，兄弟，下面你还有一个机会，在3个帮助当中挑选一个，来帮你理理心绪，定定心神，来看一下我们提供给你的帮助。第一个帮助是现场观众，听听他们的意见和声音。第二种帮助类型是神秘的声音，也就是说，可能跟你们这个事件相关的人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，会给你提供另外一种思路。第3个呢，就是请教我们的这个爱情导师，你来做一个选择。神秘声音吧。神秘声音，神秘声音究竟是什么呢？说句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。当初因为受不了可能外头的一些诱惑，男人嘛总难免犯点错误。我现在也知道自己错了，现在就是想回来。那分手之后，就是因为什么理由一直在去找这个女孩？因为我发现我跟别的女孩在一起之后都不是很合适，还是觉得跟她在一起是最合适的。而且她现在有男朋友这个事儿我知道，我觉得这个男孩配不上她。现在这个女孩要跟她男朋友复合，你是什么态度？我坚决不同意他们复合，因为她怎么能跟这样的男人复合呢？只有我才能给她幸福，我现在要用尽一切的办法把她再追回来。而且毕竟我们俩这么多年了，我相信我们俩的感情还是有的。他都胡说八道的，他都跟我保证过不跟我联系了，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。但是我向你保证，我再也不会跟他联系了。不信你下去可以看我手机，他的电话、微信我都删了。人家都，你前男朋友都这样说了，你还有必要？行了，孩子，换箱子去吧啊！她前男友多大呀？就前男友，比我大1岁。来，请回吧，2位，请关门。不管人家做出了什么决定，我们也只能尊重，对不对？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就是爱你，爱着你，有悲有喜有你。你们俩吓到我了，尤其是你。其实我感觉，你知道这女生写的什么吗？女生说，跟你交往后，虽然跟前男友有联系，但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。就算后来我们分手，我和他也只是牵手，其他什么都没做过。我真的相信，但是这是本案的重点吗？你觉得这是重点吗？哎。在与你分手的那1个多月里，我没把咱俩分手的事儿告诉我父母。我父母一直很喜欢你，往前站吧，来吧。对不起啊，我之前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但是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我保证再也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而且好好的跟你在一块儿，你原谅我好吗？自从我刚才听了你前男朋友那一段录音之后，如果你前男朋友还是追求你的话，那就让他来吧，跟我现实中瞧上吧。哎，这完全就是激起另外一个雄性动物的这种战斗欲嘛。行了，不管了，刚才说过，不管怎么样都要祝福他们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选择幸福，选择亚赛和来盼盼，盼盼到家，安居乐业。谢谢你们俩。